当了总经理以后呢，我就思考人生，后来发现，就假如我的人生就这么过的话，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哇，你都当上总经理了，这个生活还不是你想要的？应该说有 money， 对吧？对，有想要的品质生活应该都有了。对，我可能更多的是追求这种心灵方面的需求。大家好，我是王就挂，我身边是严大哥啊，今天来采访一下他的个人经历啊。我们从那个当时农村考大学，我当时考取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后来是本科，然后又到东南大学读的研究生。我们当时读书相当于类似于学霸类的人物读出来的。学霸类的。对，你看我当时在考东南大学的时候，我差不多花了2个月的时间，这个成绩就在当时学院里面是排第一的。排第一位啊？对对啊。就是这样过来，就是因为读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家常便饭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习惯了这种读书方式啊。我呢是在1997年来到上海的，我是老家苏州人。苏州人。来到上海以后呢，就开始在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工作啊。那么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吧，就后来是在一家中外保险公司担任总经理。总经理啊？对，总经理。那时候几岁？对，差不多40左右吧。做到总经理高管，年收入应该是不低了啊。年收入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本身那个时候在金茂大厦上班，对吧？金茂大厦干金融的，等于是。对，我们是一家保险公司嘛，对吧？所以各方面的条件，从打工来说，应该说是很好了，已经到顶了。对，很好了。当了总经理以后呢，我觉得有一点是特别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我的人生我好像可以被固定下来了，我可以看到退休以后怎么样的生活。当时我觉得，哎呀，这样的生活可能不是我特别想要的，想做一个改变。所以就开始想说，寻找一个新的方法啊。那么我呢，正好在2005年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考了心理咨询师啊，后来做一些心理辅导家庭教育等等。然后呢，在2009年呢又开始吃素素食，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说，这过程中呢，我就在想思考自己的人生，也就是所谓的似是而惑吧。40岁的时候呢，我在想到底我要做什么样的人生。你今年是多少岁了？我今年50多了。你都当上总经理了，这个生活还不是你想要的？应该说有 money， 对吧？对，有想要的品质生活应该都有了。对，是。这不是你想要的。对，我可能更多的是追求这种心灵方面的需求。心灵方面。心灵方面的需求，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有什么变化？后来呢，就是我就毅然的在2013年就辞去了工作，辞掉了总经理。对。我再问你一下，你那个时候是裸辞吗？应该这么说，对裸辞对，比如说有赔偿什么也不要了，就直接走了。对，就开始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当时我是素食主义者嘛，我觉得开素餐厅跟我的这个理念很吻合，就开了素餐厅。但是素餐厅真的没有开成功这个没有开成功是为什么呢？各种因素吧。我觉得首先一点可能是经验也不够，再一个就是当时进去的时候对这个行业不了解，所以后来就没有开成功。因为当时正好同时我在2013年发起了一个叫20公里徒步禅的项目。徒步禅就是我们就是以徒步加素食加那个行禅的方法来给人带来健康生活我是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因为从2013年到今年快10年了嘛，那就有些是公益的，那就大家免费参加，但也有一些收费活动我们10年来到现在已经有快1000多次了嘛，1000多次活动，而且是全国各地全世界都有对，不单是徒步，我们还有一些朝圣等等反正就是说你高管辞职到现在，你觉得做这个事情反而能够充实你的这个精神生活。对，我觉得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事情。喜欢这个，对，就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升华，或者这样说吧，就是说带给身边人都带去了这个健康。对，健康和精神上的这个充实。对，然后的比方看到我们这个参加的人，他会得到一种精神的滋养身体健康啦，或者家庭和睦啦等等那么你辞去高管的话，也意味着你会少了很多收入这显而易见是这样的。显而易见。对。也就是说，你差不多在40岁之前已经把钱赚的也差不多了，可以这样理解吗？因为钱的多少实际上是一个很难衡量的标准，就对你自己而言。对，但至少来说就是不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些障碍，对吧？就不会对你后面追求精神世界产生障碍。对，有足够的钱去支持。可以这么说。那么就是说，你未来的话还是会把这个徒步禅这个活动给经营下去。徒步禅现在我们是正规化的经营，我现在是有一家健康管理公司，还有一个旅行社，所以我们是以正规化的方式来操作这个活动那么你目前的话，你觉得精神世界充满了吗？你看我们每天早晨从5点多醒来，就开始从事这个工作，到晚上一般10点钟，几乎是马不停蹄。
假如是你现在在我朋友圈会经常看到活动是各个地方在做在飞，就很有收获，很有收获。很有收获。